你以為太陽系的邊界是海王星以外那片安靜的黑暗？錯，真正的國境線不是行星，而是一道看不見的磁場城牆。而2艘1977年出發、早該退休的老探測器——航海者1號和2號，剛剛跨過去了。他們在第一時間回傳的不是風景照，而是一組像開關被撥動的读數。太陽的粒子瞬間沉没，銀河的宇宙射線突然暴漲。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第一次摸到太陽的保護罩究竟怎麼結束，銀河的環境又是怎麼接手。今天我們就用航海者號的真實數据，帶你走到太陽系外缘的那道門前，跨過太陽的門檻。航海者號在太陽系外缘撞見意外景象。NASA 的航海者號就像一位老資格的遠航船長，剛剛跨過太陽系的門檻，而門外的景象並不按我們原先想的那樣平靜，反而拋出了好幾件讓科學家一眼就警覺的意外發现。近些年，航海者1號和2號先後越過日球层頂這道分界線，你可以把它想成太陽磁场與太陽風勢力範圍的外延。在那裡，太陽的主場逐漸退場，而星際介質與銀河系環境開始接管。科學家最近把這些老探測器傳回的資料重新翻出來，做更精細的新分析。於是，邊界外的真實面貌變得更清楚。星際空間並不是一锅均匀的稀薄空气，裡面有結構，有層次。粒子的運動方式和磁場狀態也比想象中更講究，更有規律。這些結果等於是逼着研究人員重新畫地圖。太陽系的真正邊界到底該怎麼定義？太陽的保護罩如何與銀河系的大環境對接、碰撞、拉扯，都需要用新的證據重新整理思路。在這段視頻裡，我們會帶你沿着航海者號的航線走一遍，看看它在日球層頂究竟量到了什麼，為什麼這些數據會這麼關鍵，以及這些越界讀數到底在暗示太陽系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好，故事從這裡正式開場。我們把鏡頭推到太陽系的最外緣，老探測器的歷史性一躍，從外行星任務到星際邊界的開關瞬間。航海者1號和2號在1977年升空時，本來是去拜訪木星、土星這些外行星的老朋友，可誰也沒想到，他們真正寫進歷史的高光時刻，竟然是在幾十年之後，飛過海王星軌道很遠很遠以後才突然到來。隨着航天器越飛越外側，它們進入一個減速帶。原本從太陽噴湧而出的帶電粒子洪流——太陽風，一旦撞上周圍的星際介質，就像迎面遇到更濃的阻力，會明顯放慢腳步。這種太陽風與星際介質的對抗與擠壓，在太陽系周圍吹出了一個龐大的磁化氣泡，它把太陽系包裹在裡面。這個氣泡就叫日球層。而這個氣泡的最外緣，就像氣泡薄膜的邊界線一樣，就是日球層頂，也就是太陽勢力範圍與星際環境交接的那道外牆。2012年，航海者1號跨過這道邊界的瞬間，儀器讀數像被人一把撥動開關，太陽來的粒子數量突然大幅下滑。與此同時，太陽系外湧入的高能宇宙射線卻猛然飆升，變化乾脆利落。這一降一升的組合信號，就是最硬的證據。航海者1號已經不再待在太陽的防護罩裡，而是真正踏進了星際空間。後來，航海者2號又從另一条方向穿越邊界，看到幾乎同樣的開關式轉變，等於是用第二套獨立數據再蓋一次章，讓結論更站得住腳。邊界不是一條線，而是一道會工作的牆，窄門檻、熱壓縮層以及磁場的反常相似。這些躍進時刻之所以價值連城，不只是因為它們發生了，更重要的是，它們把邊界本身的性格、結構和工作方式直接暴露在測量數据裡。按原先的想象，邊界應該是一片寬廣又混亂的緩衝區，太陽粒子和星際粒子會在裡面慢慢攪在一起，像兩股水流逐步混合，界限會很模糊。
但航海者號告訴我們，事實更像一道相對窄而硬的門檻，在不算太寬的距離內，環境條件就急速反轉，而且變化幅度非常明顯。在邊界這一側，等離子體的節奏主要由太陽說了算，粒子來源、能量分布、流動方向，都還帶着太陽風的指紋。而跨過去之後，主導權立刻換手，銀河系的磁場形態、星际粒子背景和外来輻射環境開始占上風，整體風格完全不同。更有意思的是，在邊界附近，航海者號還摸到一段擠壓區，太陽粒子在被迫減速的同時被壓縮，就像車流在收費站前堆起來。擠壓會讓局部能量升高，溫度被加熱，於是在日球层頂的內側就形成了一層更热、更能量化的等离子体薄層，像是太陽防護罩邊緣的一圈高能護欄。關鍵在於，這一帶的溫度和粒子密度比模型預報高出不少，這等於是直接告訴我們，太陽風與星際空間的正面交鋒比過去設想的更激烈、更硬碰硬。因此，日球层頂不再只是教科書裡一句抽象定義，而是一个可以被儀器量出來、摸出來的真實存在。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磁化邊界本身就是一種物理結構，它有厚度、有溫度分布，也有磁場強度與方向等可測量特性，不是隨口畫的一條線。這等於是人類第一次用第一手數據，看見一顆恆星的勢力範圍如何一步步淡出舞台，也看見周圍星際環境如何接班，如何把主導權接過去。太陽系的防護罩到底有多強？宇宙射線過濾器與兩種輻射世界的分隔。所以，日球層頂絕不是空間裡一條細細的分界線那麼簡單，它更像一道會工作的邊境系統。它屬於太陽系的防護體系之一，負責把銀河系裡大量高能輻射擋在外面一部分，盡量減少這些看不見的子彈對太陽系內部的衝擊。想象一下，遙遠的超新星爆發、脈衝星活動等高能事件，會拋出大量銀河宇宙射線，它們幾乎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星際間穿梭，方向隨機，能量極高。日球層的磁場結構就像一個巨大偏轉器，能把其中相當一部分帶電粒子拐走、折返或繞開，從而降低它們抵達地球等內行星附近的輻射劑量。航海者號的實測結果顯示，這道屏蔽不只是有一點用，而是比預期更強、更有層次，像是帶着結構的防護牆，而不是稀鬆的霧氣。當航天器跨過日球層頂，那種變化再次像翻頁，銀河宇宙射線技術迅速上升。與此同時，來自太陽的粒子信號幾乎退到背景裡，仿佛一下子聽不到太陽的聲音了。於是，科學家可以很明確地下結論，這道邊界就像一個過濾器，把兩種截然不同的輻射世界隔開。裡側是太陽主導的環境，外側是銀河系主導的環境。被銀河系塑形的太陽系外殼、磁場重組、外部壓力以及未來深空任務的鑰匙。過去的模型曾預測，太陽磁場與銀河系磁場在日球層頂會斜着相撞，角度差異會引發強湍流，讓磁力線變得扭曲、混亂，像兩股漩渦互相攪拌。但航海者號的觀測卻出人意料。邊界內外兩側的磁場方向居然比預期相近得多，沒那麼擰巴，也沒那麼亂。這暗示着一個更深的問題：兩套磁場可能在邊界處以某種我們還沒完全搞懂的機制發生連接、重連或重組，讓磁結構更對齊，而不是完全對抗。另外，等離子波儀器還給出一個關鍵參數。星際介質的密度比航海者號抵達前的估計更高，說明外部環境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稀薄。這就意味着銀河系環境對日球層施加的外部壓力更大，也更不均勻。這樣一來，日球層為什麼會在某些方向被壓扁，在另一些方向被拉長，就更說得通了。把這些線索拼在一起，我們就能看出，日球層絕不是一個漂亮對稱的球鞘，
它更像一個被外部環境不斷擠壓、拉扯的動態外殼。它的形狀與結構是太陽風向外頂推與周圍星際環境向內壓迫之間長期拉鋸的結果，因此會隨時間與太陽活動變化而改變，形成複雜、會呼吸的磁化邊界。最重要的是，航海者號給了我們第一條真正落地的直接證據，讓科學家可以拿實測數據去檢驗與修正模型，用硬數據替代幾十年來只能靠推測與間接跡象拼出來的想象圖。從科學好奇到現實需求，輻射風險、太陽系遷徙史與星際探測的下一步。而且，搞清楚日球層頂並不只是學術興趣，它有非常現實、非常用得上的意義。對宇航員來說，高能宇宙輻射是離開地球磁場保護後最棘手的威脅之一，它會累積損傷人體組織，也會影響電子設備與航天器系統。無論是去月球、去火星，還是未來更深空的長航程任務，都必須把輻射暴露算得更準，預估得更穩，因為這關係到任務設計、屏蔽方案與人員安全邊界。航海者號的測量讓科學家更清楚日球層究竟如何削弱、偏轉並重新分配這些輻射粒子，從而把用於任務規劃的輻射模型校準得更貼近真實世界。更進一步說，這些結論還會反過來影響我們對太陽系長期歷史的理解。太陽系過去經歷的環境可能比想象中更複雜。太陽在銀河系裡並不是固定站在原地，它會隨着銀河系的結構與自身軌道運動，在不同區域之間穿行。在數百萬年的尺度上，太陽曾穿過密度不同、磁活动強弱不同的星際區域，有的地方更稀薄，有的地方更擁擠，磁場也各不相同。如果太陽某段時期穿進更稠密的星際雲，外部壓力就可能把日球层壓縮變小，讓更多宇宙射線更容易深入到內行星區域，進而改變行星環境所承受的輻射背景。而航海者號的數據第一次用實測方式揭示，這種太陽防護罩星際環境的相互作用到底可能以什麼樣的形態發生，以什麼強度展開。因此，這些發現也變成推動新一代星際任務的強力理由。既然門外如此有戲，我們当然更該派出更先進的探測器繼續追問。別忘了，航海者號的儀器是40多年前的設計，放在今天已經算老派設備，可就是這套老設備仍然證明日球層頂之外不是空白，而是藏着大量值得深挖的科學信息。未來如果有搭載现代傳感器的新探測器，就能把星際介质繪成更高分辨率的地圖，在不同距離上連續測量磁场、粒子流、能谱變化，甚至更細緻地分析化學成分與塵埃環境。而此時此刻，航海者號還在路上，他們像2艘不回頭的遠航船，繼續向着更深的星際空間飄去。為了讓他們多撐1年是1年，工程師正一點點關閉不必要的系統，精打細算地節省電力，只為讓航天器能把數據盡可能久地傳回地球。從日球層頂外側傳回來的每一段信號，都像是一封來自未知疆域的來信，讓我們對那片從未被直接取樣的空間多了解一分，多確證一分。航海者號最終帶來的最重要提醒是，太陽系的真正邊緣並不由最遠的行星來定義，而更像由磁場與粒子環境的分界來劃定。邊界的本質是物理條件的切換，而在這道邊界之外，等待我們的不是死寂的空無，而是被銀河系磁場與粒子流塑造出來的結構清晰又相當活躍的星際環境，處處都有可測量、可解釋的規律。這也意味着，人類第一次真正用探測器在恆星與恆星之間的空間裡做了直接測量。從此，星際空間不再只是想象與推算，而是可以被數據一项项標出來的真實世界。結語：當我們談太陽系的邊緣，其實是在問一個更大的問題：一顆恆星的影響力究竟在哪裡結束？外面的宇宙又會以什麼方式接管？航海者號告訴我們，答案不是一條線，
而是一道會呼吸、會變形、會過濾輻射的磁化邊界。它在保護我們，也在提醒我們，太陽並不是孤島，它永遠浸泡在银河系的海裡，而航海者號還在繼續航行。每一次微弱的信號，都是從人類從未直接觸碰過的空間寄回來的來信。也許多年後，當電力終於耗盡，他們會沉默，但他們留下的那道門已經被推開了。下一次，當我們再把探測器送向更深空，我們不會再問外面有沒有東西，我們只會問，外面還有多少真相，正在等我們親手量到。感謝您看到這裡。如果您喜歡這種用講故事的方法，把最新科技講得更直觀、更好懂，歡迎點讚、轉發、訂閱支持。我們會盡量保持節奏，每天推出1至2則這樣的內容，陪您一起追前沿。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